大家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会为你们逐一介绍《孙子兵法》里的13篇内容。第一篇，史记篇，这可是开篇之作。孙子在这里下了个重要的定义：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就是说，战争啊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，那可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情，必须得慎之又慎。孙子接着提出了5个分析战争的关键点，分别是道、天、地、将和法。这5个方面，从政治理念到天气状况，从地形地貌到将领的能力，再到军队的纪律，无一不影响战争的胜负。然后孙子告诉我们，兵者，诡道也，意思是说，用兵打仗啊，得出其不意，赢得才叫精彩。比如你明明有能力，偏偏要装作没有；你明明打算远攻，却假装要近战。这些反常规的战术，都是为了迷惑敌人，赢得最后的胜利。最后，孙子总结道：夫未战而妙算胜者，得算多也；未战而妙算不胜者，得算少也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战斗还没开始呢，就能算计出胜利的，那是因为考虑的周全；反之，算不出胜利的，那是因为考虑的不够。孙子兵法啊，不只是古代的兵术，它教会我们的是一种策略思维，一种面对挑战和竞争时的智慧。希望你们能从中学到点什么，用它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工作。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孙子兵法的第2部分，作战篇。首先，孙子说：凡用兵之法，驰车千驷，革车千乘，带甲10万，千里馈粮，则内外之费，宾客之用，交期之财，车甲之奉，日费千金，然后10万之师举矣。他告诉我们，战争需要大量的资源和物资，只有在充足的条件下，才能举起10万大军。然而，即使军队再强大，如果用兵不当，也难以取胜。孙子指出，善用兵者，义不在己，养国3载，取用于国，阴粮于敌，故军师可足也。他强调了灵活运用军队资源的重要性，避免对百姓的过度征收和侵占，才能确保军队的供给。在战争中，孙子强调了战略的重要性，故置将务实于敌，时敌1中，当务20中，其感1时，当务20时。他告诉我们，要善于利用敌军的资源，以补充自己的不足，从而增强自己的战斗力。最后，孙子指出了战争中的重要原则：兵贵胜，不贵久，故知兵之将，生民之司命，国家安危之主也。他告诉我们，战争的目的在于取得胜利，而不是延长战争时间。因此，善于取胜的将领是国家安危的关键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孙子兵法中的第3篇，谋攻篇。孙子说：夫用兵之法，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；全军为上，破军次之；全旅为上，破旅次之；全族为上，破族次之；全无为上，破次之。他告诉我们，在用兵之道中，先要全面考虑全局，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。接着，孙子强调了谋略的重要性，故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他告诉我们，在战争中，先要攻击敌人的谋略和计划，才能取得胜利。孙子说：善用兵者，居人之兵而非战也，拔人之城而非攻也，毁人之国而非久也，必以权争于天下。他告诉我们，善于运用兵力，可以通过巧妙的策略达到胜利的目的。此外，孙子还指出了灵活运用兵力的重要性，故用兵之法，实则为之，武则攻之，备则分之，敌则能战之，少则能逃之，不弱则能避之。他告诉我们，在战争中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灵活运用兵力，以取得胜利。最后，孙子提到了军队的领导者：夫将者，国之福也；辅周，则国必强；辅谢，则国必弱。他告诉我们，军队的领导者是国家的支柱，决定着国家的强弱。综上所述，孙子兵法中的谋攻篇强调了在战争中的谋略和策略的重要性，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受益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孙子兵法中的第4篇，军行篇。孙子在孙子兵法中说过：昔之善战者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；不可胜在己，可胜在敌。故善战者，能为不可胜，不能使敌之可胜，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。他强调了战略上的重要性，善于制造形势，让自己变得不可战胜，同时等待敌人出现可战胜的机会。这种战略的关键在于掌握主动权，让自己始终处于有利地位。孙子继续说道：不可胜者，守也；可胜者，攻也。守则不足，攻则有余。他强调了守和攻的平衡，善于守卫自己的阵地，同时也要善于寻找机会主动进攻。他指出，善于守卫的人，就像藏在9地之下一样难以攻破，而善于攻击的人，则像飘动在9天之上的云彩一样不可捉摸。这样就能够在战争中既保护自己又获得胜利。孙子强调了战胜的真正含义，
剑圣不过众人之所知，非善之善者也。战胜而天下曰善，非善之善者也。他认为真正的战略高手，并不以表面上的胜利为满足，而是能够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取得最终的胜利。在战争中，善于运用兵法的人会按照度量、计算、权衡和取胜的顺序来制定战略。他们会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各种策略和战术，以达到胜利的目的。大家好，我们来到了《孙子兵法》中的第5篇兵事篇。孙子曰：凡之众如智寡，分数是也；斗众如斗寡，行名是也。在战场上，无论是对待众多敌人还是少数对手，都需要以分寸和形势来治理和斗争。凡战者，以正和，以奇胜，善于利用合适的时机和合理的战术，才能取得胜利。其正相生，就像天地之间的日月循环一样，永无穷尽。积水之极，至于漂石者，是也；治鸟之极，至于毁者者，且也。在战场上，善于抓住时机和掌握节奏，能够掌握战局的主动权，势如阔弩，节如发髻，纷纷云云，斗乱而不可乱也，混混沌沌，行烈而不可败。在商业竞争中，虽然形势复杂多变，但我们不能被混乱所困扰，要保持冷静，以刚毅的姿态应对种种挑战。故善战者，求之于事，不责于人，故能择人而任事。在商业领域，我们需要根据市场形势来制定战略，而不是过度依赖于个人能力。善于把握时机和形势，才能获得成功。所以，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商业竞争中，善于抓住时机和掌握形势是取得胜利的关键。今天我们来聊聊《孙子兵法》里的虚实篇。首先，孙子告诉我们，智慧的战士总是能够善用地利，守得云开见月明。就像他说的，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易，能够提前占领有利的战场位置，等待敌人前来，就像坐钓鱼船一样轻松自在。接着，孙子谈到了攻守之道，就像在围棋中一样，攻守之间变幻莫测。善攻者要善于找到敌人守备薄弱的地方，从不设防的角落进行出其不意的进攻。然后，孙子告诉我们，行忍者要我无形，就像舞台上的魔术师一样，让敌人眼花缭乱，摸不着头脑。善用虚实之间的变化，让敌人束手无策，一筹莫展。最后，孙子告诉我们，兵法就像水，顺势而下，能因地变化而取胜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。布局一个，根据形势变化，灵活应对，方能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。所以说，孙子兵法中的虚实篇不仅仅是关于战场上的技巧，更是一部智慧的兵法宝典，指引着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中游刃有余，立于不败之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的视频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探索孙子兵法中的军争篇，深入了解古代战争智慧的精髓。孙子曰：凡用兵之法，将受命于军，合军聚众，交合而舍，莫难于军争。军争是战场上最为艰难的一环，它需要智慧、谋略和对局势的精准把握。在军争中，我们必须以喻为直，以患为利。孙子告诉我们，要于其途，巧设计谋，引诱敌人以利益，等待敌军不备，以先发制人。军争不仅是利益所在，也是危险所在。如果全军都出击争夺利益，那么势必无法及时取胜；如果委派部分军队去争夺利益，那么将会丧失辎重物资。军队必须背道兼行，以最快的速度争取利益，确保战局的胜利。了解地形、山林和险阻的情况至关重要。如果不了解这些情况，军队就无法有效行军，无法应对战场上的各种变化。兵法强调以诈立、以利动、以分合为变。军队有灵活机动，如风、如林、如火、如山，变化多端。夜战时，筋骨喧天，白气飘扬，这样可以变化人们的视听，使敌人无法了解自己的行军动向，保持战场上的不确定性。在战场上，将军的气势可以左右战局，善于治理士兵的心气，可以调动士气，改变战局。所以，孙子兵法中的军争篇不仅教导了战争的策略，更蕴含了领导军队、制定战略的智慧。今天我们来聊聊孙子兵法里的9变篇。这一篇是关于军事谋略中的精华所在。首先，我们要明白9变的含义，这包括匹地无涉、虚地交合、绝地无留、为地则谋、死地则战、图有所不由、军有所不击、城有所不攻、地有所不争、军命有所不受。智者深谋远虑，考虑到利害的种种变化，无论是利还是害，我们都要深思熟虑，以确保决策的可靠性和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在运用兵法时，我们不能指望敌人不会来犯，也不能指望敌人不会发动攻击。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准备，以待敌人的到来，并且找到敌人无法攻击的弱点。此外，作为一个将领，我们必须意识到5种危险：必死可杀，必生可虏，愤速可侮，廉洁可辱，爱民可犯，
只有认清这些危险，才能规避灾难，确保军队的安全。总的来说，九变篇告诉我们，在运用兵法时，我们要灵活变通，深谋远虑，以确保取得胜利，避免灾难的发生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《孙子兵法》中的行军篇。这篇专注于解释在不同地形中行军的策略。孙子首先提到军队在山地的行军原则：绝山依谷，使牲畜高，战龙勿登。也就是说，山谷中行军应依托高处，谨慎迎敌，不可贸然攀登。这个原则在现代生活中同样适用。在复杂的环境里，我们要保持警惕，寻找高地，利用优势保护自己。在水边行军时，孙子强调绝水必远水，客绝水而来，勿迎之于水内，即应远离水源，并避免在水中迎击敌人，因为此时部队很容易陷入被动。类似的策略在职场上提醒我们，不要让自己处于不利地位，先让对方暴露弱点，再果断采取行动。在平坦的草原和沼泽中，孙子建议依托水草，背靠树林，并随时小心伏击。他指出，军行有险阻、黄井、夹垒、山林、易会者，必紧附所指。这提醒我们在新环境中要全面考察，确保没有隐患或埋伏。此外，孙子还教导我们如何通过观察对方的举动来预测其意图。种树动者来也，种草多障者一也。换句话说，通过观察敌人营地的各种动静，指挥官可以有效识别敌人是否正在准备行动。同样，在职场或商业谈判中，察言观色是了解对方真实意图的关键。总结一下，孙子兵法中的行军篇向我们展示了应对不同地形的策略，以及识别敌人意图的方法。这些智慧不仅在战争中适用，在现代生活和工作中也能为我们提供启发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孙子兵法中的地形篇。他讨论了不同地形条件下作战的策略，让我们看看孙子的智慧怎么在现代生活中应用吧。孙子在地形篇中描述了6种不同地形：通、卦、支、爱、险、远，每一种都有不同的战略意义和应对方式。比如通行，它是一片平坦、易于通行的地形，可以迅速行军，但也容易被敌人伏击，所以必须保持警惕。接下来是卦形和支形，这2种地形都较为险峻或多障碍。孙子强调，在这些地形中行军，要小心谨慎，避免掉入敌人的圈套。现代生活中，这意味着我们在面对不确定环境时，要灵活调整策略，规避潜在风险。爱形和险形代表了狭窄或困难的地形，比如山口、峡谷或深水。孙子强调，这些地方可以有效防御，但难以撤退，因此必须谨慎对待。在现代职场中，这提醒我们要避免进入缺乏灵活性的境地，确保有合理的退路。最后是远行及长途行军时可能遇到的地形。孙子指出，在这种地形中行军要特别注意补给线的安全，确保后方能够支援。现代商业中，这相当于确保供应链和合作伙伴的稳定。总结一下，孙子兵法中的地形篇告诉我们，了解不同的环境和灵活应对策略，可以帮助我们在各种情况下找到最佳路线，实现成功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聊聊孙子兵法中的9地篇。孙子在这里描述了不同作战地形中的战略和战术，让我们一起了解这些智慧吧。孙子先讲了9种不同的作战地形，分别是散地、清地、征地、焦地、曲地、重地、匹地、围地和死地。每一种地形都有自己的特性，适用于不同的战术和战略。我们来看看几种典型地形。首先是征地，这类地形对双方都有战略意义，双方都会争抢，这时先发制人很重要。比如在历史上阿尔卑斯山一带的战略高地，各方都争先占领，以掌握主导权。然后是围地和死地，围地即四面环敌的境地，难以撤退，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奋力突围。至于死地，已经无路可退，只有拼死一战。孙子认为，士兵在死地中会战斗的异常英勇，因为他们明白只有生死一线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小部队能够在绝境中创造奇迹。孙子进一步解释，在这些地形中如何激发士气并让士兵团结一致。比如在重地，士兵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紧密协同合作才能达成。而在焦地，因为容易接近敌人，指挥官需要合理分配士兵。总结一下，孙子在9地篇中提供了大量针对不同地形的作战策略，通过巧妙利用地形特性和激励士气，指挥官可以在复杂环境中带领部队取得胜利。这些原则在现代生活和商业竞争中同样适用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孙子兵法中的火攻篇。他讲述了如何有效地利用火攻赢得胜利。让我们深入探讨这段古老的智慧吧。孙子在火攻篇中列出了5种火攻方式：火人、火鸡、火资、火库、火队。简单来说，它们分别指的是烧人、烧粮、烧辎重、烧仓库和烧营地。每一种火攻方式都针对不同的目标，旨在削弱敌人的实力和士气。
他还强调火攻要注意风向、天气和时机。时者，天之造也；日者，月在积，必亦震也。孙子认为，火攻需要选择干燥的天气和风向有利的时机发动，可以观察天空的星宿位置，判断风向变化，在风起之日发起攻击。在火攻中，孙子还说，火发上风，无攻下风，即火攻应顺风而发，避免被反风吹袭。在现代商业竞争中，这相当于适应趋势，确保采取的行动不会被市场反噬。另外，孙子指出，以火佐攻者明，以水佐攻者强。火攻的作用在于迅速摧毁敌人，而水攻则可以切断敌人的资源供应线。不同的策略需要灵活应用，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。最后，孙子告诫我们，不能因愤怒或冲动而发动战争，主将应该在有利条件下行动，确保不因为一时情绪而危害国家和军队，这是保护国家和军队的重要原则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《孙子兵法》中的用间篇，他专门讲述了如何利用情报和间谍取得战场上的胜利。让我们看看这段智慧吧。在用间篇中，孙子提出了5种不同类型的间谍：乡间、内奸、反间、死奸和生奸，每一种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，可以帮助指挥官全面了解敌方的动态并制定相应策略。乡间是当地间谍，了解敌方环境和地形；内奸是敌方内部的人，反间将敌方间谍转化为己用；死奸是牺牲自我传递假情报的战士；生奸则是将消息传回己方的情报员。每种间谍都有独特的作用。孙子强调，在任何一场战争中，情报都是至关重要的。了解敌人的战略、指挥官的计划、士兵的士气等信息，都可以让指挥官做出最有效的决定。指挥官也需要懂得如何利用假情报迷惑敌人，达到先发制人的目的。此外，孙子提醒大家，情报的运用必须小心谨慎，必须确保间谍不会被敌人发现，并且妥善保护他们的身份，以免他们被反间谍行动利用或暴露。总的来说，用间篇提醒我们，情报工作不仅仅是战场上的策略，还在现代竞争中扮演着关键角色。无论是个人生活、商业领域还是国家事务，掌握信息、预测对方的举动，都是获得胜利的重要因素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